二当头这才反应过来这些自己人是假的，于是便准备反击。此时，真正的羽化田就快要到客栈，赵怀安命自己人撤到一边，然后看了一出狗咬狗的戏码，再趁敌人自相残杀的黑云压城，喊杀声震天。大当头和二当头先后被诛杀，拿着旗子的掌柜也和对手同归于尽。林彦秋骑着马回到了龙门，他来助赵怀安一臂之力，两人没有多言。赵怀安将弓箭手交给林彦秋解决，自己对上了难度系数较高的羽化田。两人打斗间，黄沙漫天，狂风肆虐，黑沙暴就要到了。龙卷风来势汹汹，赵怀安说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提出是高手的话，两人就到龙卷风里比一场，听起来十分荒谬，但没想到羽化田还真的答应了。众人纷纷躲进客栈地下，赵怀安和羽化田这场龙卷风里的打戏实在也没什么必要，两人最后都掉到了地上。风暴过后，客栈被夷为一片平地，赵怀安和羽化田不知所踪。众人要找的宫殿被吹了出来，一群人纷纷策马前往，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。进入宫殿内部，他们发现了被吹到这儿的赵怀安和羽化田。羽化田拿到了一把削铁如泥的短刀，挟持了顾少棠。风暴1个时辰后就会再度来临，如果不在此之前逃出去，他们就会和这遍地的黄金埋在一起。除了赵怀安和林彦秋，其他人都是为财而来，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好处。于是赵怀安提议三方派人互相监视，自己和羽化田还有顾少棠留下来，其他人搬着黄金离开。林彦秋和风里刀几人搬着黄金来到出口。苏慧荣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，几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布下陷阱后返回宫殿，假传消息说外面的人为了黄金打了起来。林彦秋几人爬上屋顶，吹响了危险的号角。赵怀安识破了苏慧荣，风沙再起，苏慧荣准备带着羽化田离开。和羽化田见有更近的路也追了过来，赵怀安让顾少棠先走，自己抱着和羽化田同归于尽的决心拦住了他。苏慧荣为了拖住顾少棠和他打在一起，几招之后输给了顾少棠，掉下木架。羽化田也在赵怀安和林彦秋的合攻下殒命。沙暴再度袭来，众人逃出升天，赵怀安受伤晕了过去。等他再度醒来，林彦秋已经离开。赵怀安骑着快马朝着他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。顾少棠拿着林彦秋交给他的笛子，准备留在这里等他们回来。而风里刀和常小文来到了京城，他冒充羽化田进宫毒杀了万贵妃，几人从此分道扬镳。